我叫苏锦，3天前醒来，发现躺在一个陌生男人的灵堂里，身边还有2个崽，一个8岁，一个4岁，脑子还多了一套现代农园种植技术。老天爷挺有意思，既来之则活之，不光我要活，这2个崽也得活。还煮什么煮？老二走了，这家里哪还有闲粮养闲人？抚恤银子呢？拿出来！我问你话呢，哑巴啦！婆婆，您这嗓子真是越来越洪亮了。二牛刚死3天，您就中气十足。你银子，二牛的抚恤银，那是我崽的买命钱。您要，可以先把我剁了。不许欺负我娘！听见没？摔碗了，真摔了！这苏氏，男人刚死就敢跟婆婆叫板，以前可不是这样的。以前是3棍子打不出一个屁，现在邪了门了。我听说他3天没怎么吃东西了，饿疯了也说不定。崽，往后站，拿跟奶奶说几句话。婆婆，我敬您是长辈，丑话说前头，这个家谁动我崽，我跟谁拼命。您是我长辈，也不例外。娘，饿。乖，张嘴。娘做的可香了。娘先吃。娘喝过了，剩下的你帮娘喝完，不然倒了可惜。倒是个疼孩子的，我家那口子要是有他1半疼崽，我也不会天天跟他吵。哎，我也是为你们好。你一个妇道人家，怎么养2个孩子？镇上刘员外家缺个丫头，把小丫送过去，也是享福。您再说一遍。你想干什么？婆婆，您知道寡妇为什么不好惹吗？因为寡妇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的人，什么都敢做。您前脚把她送走，后脚我就吊死在顾家大门口，舌头伸出来，脸发紫，眼睛凸出来。到时候您顾家的名声比我的命值钱。您大儿子还想考秀才，做梦去吧。您孙子还想娶媳妇儿，谁家敢把闺女嫁过来？顾家这一脉，从我死那天起，就断子绝孙。卖小丫，顾老婆子真说得出口，造孽啊！那丫头才4岁。顾家这事儿办得缺德，二牛尸骨未寒就要卖人家闺女。我呸！什么婆婆，就是个老钱婆。李正呢？这事儿得告诉李正。对，找李正，这就去。开玩笑的，婆婆您别怕，我惜命，我还有2个崽要养呢。吊死多疼啊，舌头伸老长，丑死了。婆婆慢走，不送。对了，明天我还住这儿，您要是想我了，随时来，记得敲门。娘，妹妹不会被带走，对不对？对，娘在哪儿，你们就在哪儿，谁也别想把我们分开。崽，娘刚才疯不疯？娘疯一点，但娘好厉害。记住，坏人擦，疯完了，日子还得过。明天娘给你们做好吃的。顾老太不会善罢甘休，明天她一定还会来，但我不怕了。娘，这里能住吗？能，这土是肥的。崽，帮娘捡石子，屋顶的洞，明天娘去借梯子自己补。丫丫也帮娘。山芋，不，这个叶片形态更像红薯。不管了，能吃就行。娘怎么了？崽，咱们有救了。这墙根底下有宝贝。紫苏，野生紫苏，这香气，挥发油含量至少是普通品种的2倍。沙质土壤，半阴环境，腐殖人丰富，天时地利全占了。根还是老根，现在能发新芽。娘，这是什么草？好香！这是宝贝，叫紫苏，做鱼做肉放一点，香的你舌头吞下去。半日照加上昼夜温差，植株分泌了更多芳香物质。长在阴处的香料必须比长在阳处的更香，才能让虫子找到它。笑什么？娘笑自己读了那么多年书，最后在一堵破墙底下用上了。崽，这个叫紫苏，
它的香气来自叶片里看不见的小颗粒，一搓就跑到空气里。做鱼做肉放一点，腥味就没了。这个叫小茴香，肚子疼泡水喝管用，炖肉放一点更香。娘，你怎么知道这么多？因为娘上辈子读过书。有你们在，再破的屋也是家。山芋填饱肚子，香料卖出好价钱。两条腿走路稳当。娘，你又疯了？不是疯，是高兴。仔，咱们的好日子要来了。仔，咱们不拔了，这些草比菜值钱。草草，你们要好好长大，丫丫给你们浇水。以后这就是咱们的香料田，不能采，不能拔。那苏轼抱着孩子又哭又笑的疯疯癫癫。咦，他手里拿的啥？红彤彤的。山芋，那墙根底下长山芋了，个头不小。不止山芋，你看那一片紫苏，那叶子比我手掌还大。小茴香结籽密密麻麻的，几棵野生的，至于高兴成这样？你不懂，那紫苏的品相，老头子我活了60年没见过第二份。这破屋荒了多少年，墙根底下能长出这品相的东西，这地肥得流油。苏轼捡到宝了，会认香料，知道土质好坏，还会写字记账。顾老婆子怕是不知道自己放走了个什么样的人。这苏轼以前藏得够深啊。娘，我们去哪儿？进城卖宝贝，卖了钱给丫丫买糖人儿。糖人。娘，我能背1个背篓。你背这个，能背重的。我能背更多。行，下次多背点，今天先这些。天刚蒙蒙亮，趁着没人，早些赶到县城。出村了，没人看见就好。娘，爸。丫丫，哥背你。小呀嘛小二郎，背着书包上学堂。不能哭，孩子在前面。到了县城，先找最大的酒楼。香料这东西，普通人家用不起，得找有钱的主顾。就这家，门面大，进去的客人穿绸衫，消费得起。就是现在，进去。哎，送货走后面。我不送货，我找掌柜的谈生意。麻烦把这个给你们掌柜看一眼，就说有人送比这更好的香料来。你是青竹村苏锦，种香料的。山芋我见多了，你这有什么特别的？甜度高3成，口感粉糯，您尝尝。确实甜，3文1斤，我收。山芋3文，但我今天主要是来送香料的。紫苏、小茴香，满山都是，不值钱。刘掌柜，您先闻闻再说。这紫苏的香气怎么这么浓？刘掌柜好鼻子，普通紫苏长在向阳坡地，日晒太足，挥发油被晒掉了一半。我这紫苏长在院墙根下，半日照，水分足，叶片里的紫苏醇含量比普通的高出至少3成。紫苏陈，你懂这个？我爹以前采药的，跟着学了几手。您再闻闻这个。紫苏叶25文1斤，小茴香籽50文1斤，有多少要多少。55文，够了，成交。但我有一个条件。说。以后我的香料优先供悦来楼，但价格随行即市，不能压价。咱们签个简单的契。苏娘子，你一个种地的，比我还会做生意。行，取纸笔来。从今天起，我的香料有主了。120文，够买1个月的粮了。先去买米，10斤米30文，剩下的铜钱还得留一些。哇，鸭苗3文1只
20支就是60文。香料甜的边角料，紫苏、老叶、小茴香干子，正好喂鸭子。鸭粪肥甜，鸭蛋、腌蛋、咸蛋，鸭子卖肉，这笔账划算。20支，2文5一支，长期生意，以后还找您。行。娘，毛毛，这叫小鸭子，以后你帮娘喂好不好？好。要10斤米，120文，50文鸭苗，30文米，剩40文。娘要买糖人，你怎么知道娘要买糖人？因为娘上次答应了，丫丫记得。我自己都忘了，她却一直记着。对，娘答应了，今天不光买糖人，还买肉，给你们补补。娘肉贵，省着点吧，我不馋。听说了吗？苏氏昨天进城，香料卖了好几十文一斤，几十文！我家男人扛1个月活才200文，谁知道真的假的？他自己说的。悦来楼的伙计传出来的，说他们掌柜亲自尝的，当场拍板。紫苏25文，小茴香50文，50文！他那个香料怎么种的？咱们地里也长紫苏，咋就卖不上价？哎，人家会认，咱们连紫苏和小秧都分不清。买香料和山芋120文，20只鸭苗50文，3文1斤的米10斤30文，1匹粗布7文，糖儿2个2文，肉5文，还剩26文。掌柜的，打听清楚了，青竹村一个寡妇姓苏，在悦来楼卖了香料，紫苏25文一斤，小茴香50文，刘长茶就不全收了。祭奠，看他下次什么时候进城。是。第一批货出手了，下一批香料半个月后能收，鸭子3个月后下蛋，一切都在正轨上。仔，娘今天给你起个大名，你叫顾望安，望是盼望的望，安是平安的安。小鸭也有，你叫顾念安，念是念念不忘的念，安是望安的安。顾念安，顾望安，顾念安，娘这辈子就是望你们念你们，只求安安稳稳的。这是起大名啊！上次卖香料是悦来楼，这次山芋量大，得找粮铺。去，讨饭去别处。我不是讨饭，我有东西想请掌柜的看看。山芋，我当什么宝贝？这玩意儿满大街都是。去别家卖，我们这儿不收。收不收，你说了不算。叫你家掌柜出来。啊？什么事儿？啊，这是薯物？不对，这皮色，这分量。掌柜好眼力，这叫甜薯，本地不多见，耐旱高产，生吃脆甜，熟吃粉糯。甜，比普通山芋甜。甜度高是因为温差大，青竹村晚上凉，白天晒，糖分积累的多。你懂这个？种地的不懂怎么种的好。你有多少？第一趟，约莫20斤。3文1斤。周掌柜，您刚才专门嚼了2片，第一片是尝味道，第2片是在品后劲，能让你嚼第2片的东西只值3文。好一个精明的娘子，你说多少？3文5一斤，不还价。3文5，普通山芋才2文。普通山芋皮厚筋多，纤维粗，我这甜薯皮薄如纸，肉质细嫩。您开了几10年粮铺，这点分别您比我清楚。而且普通山芋放半个月就干瘪，我这甜薯放1个月不坏。您收了我的货，不用担心烂在仓库里。放1个月不坏，当真？如果我撒谎，您以后不再收我的货。哈哈哈，有意思。你一个女人做生意比男人还精，4文1斤，就这个价。但我有一个条件，以后你的山芋优先供我委。成交。掌柜的，我来。你去搬筐。20斤，4文1斤，一共80文，你数数。周掌柜，我还有一样东西想请您帮忙看看。紫苏，这香气比市面上浓得多。你懂香料？懂一点。
这些香料药材铺和酒楼都要，你有多少，我帮你牵线。不过你得告诉我，你这些东西怎么种出来的？种地靠3样：土好、水好、伺候的勤。周掌柜要是有兴趣，下次送货我多带一份给你看。你这个娘子说话滴水不漏。这些香料要不等量足了一并送，先给你20文定金，10天后你把第一批香料送过来，价格按品相定，不会亏你。80文山芋钱，20文香料定金，一共100文。那是不是青竹村那个疯娘子？锦娘，不好啦！第一批卖了100文，这一批产量至少翻3倍，香料也快能收第2耙了。按这个势头，年底能攒够修屋顶的钱。锦娘，你听说了吗？听说什么？县城那边传过来的话，说你的甜华是用妖法催熟的，说你一个寡妇哪来这么好的货，肯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法子。这话是从哪儿传出来的？听周掌柜铺子里的伙计说，是孙记粮铺那边放的话。孙掌柜终于出手了，第一招坏我名声。苏娘子坐，你的货品相没问题。怎么了？这2天有人来我铺子里指指点点，说你卖的甜薯来路不正，是用妖法催熟的，吃了会生病。我知道是胡说，但老百姓信这个，他们不懂什么品相不品相，听风就是雨。有几个老主顾来问我，你那甜薯是不是青竹村那个寡妇种的？听说那东西吃不得。降多少？2文。周掌柜，不用降价。借你门口一块地，给我1炷香的功夫。各位乡亲，路过的大爷大娘，耽误大伙一会儿功夫。这谁呀？摆了这么多东西？哎，是不是那个疯娘子？好像是青竹村那个祠堂里脱衣服的那个，就是她。这山芋个头不小，怎么卖的？先不卖，先请大家看个东西。哎，掌柜的，那女子她那甜薯当街生吃，还让她侄儿跟着吃，围观的人立马就信了，现在抢着买。有点意思。要不要再放话？不用，他当街自证，咱们再放话，反而显得咱们刻意。一个寡妇带2个孩子，能在祠堂里脱衣服，能在村道上追着人打，能在当街生吃山芋，这个女人不是好对付的。那咱们不急，硬的不行就来软的。是。我姓沈，在州府做南北货生意。苏娘子，你这香料的品相在我见过的货里排前3，你要是愿意，下回送货多带一份，我让人来看。沈老板做南北货，见过的香料比我吃过的盐都多，能得沈老板一句品相好，我今天这趟没白来。好，苏娘子爽快。沈老板，周府，这是今天意外的收获，但孙掌柜不会就这么算了，他不动声色才是最可怕的。走吧，回家。306文，加在一起手里有432文了。买米买油置办家用，又花去100文，修屋顶的钱已经攒了快1半了。这个字念甜，咱家有3块甜：香料甜、山芋甜、鸭糖甜。丫丫也有1块甜。你哪来的甜？那里丫丫的花花甜。锦娘，锦娘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你婆婆带人去县衙了，说要告你忤逆不孝。婆婆告我，分家文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各过各的，两不相干。她凭什么告？说是你不赡养婆婆，按大下吕，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。分家文书是分家文书，但孝道是孝道。孙掌柜，我当街自证，她不动声色。现在，她动的不是自己的手，是借婆婆的嘴。这一招比上回传谣言毒得多。别出来！妹妹交给你。这就是我顾家的好媳妇儿，分家产吃独食，不顾婆婆。又来了，这次又想抢什么？老天爷呀，我儿子适口未寒啊！婆婆，您这嗓门真是越来越洪亮了。
上次祠堂里您也这么喊，后来就签了分家文书，今天又这么喊，您是又想签什么？苏姐，我今天不是来闹的，我就是来看看小宝小丫，我是他们亲奶奶，我想孙子孙女了，不行吗？婆婆想孙子孙女，逢年过节我带孩子去看您。分家文书上写了，两不相干，但逢年过节的礼数我没少。谢大人。哎，终于又抱到你们了。孙掌柜，你的棋子招了，下一步你是缩回去还是亲自下场？不管你怎么选，我都会接着。锦娘，没事了。苏娘子，恭喜！多谢周掌柜仗义作证。不必谢，你那田鼠和香料确实是好东西，怎么样，还做不做？做，而且要做得更大。这一页翻过去了。夜斑病，真菌性，在我的时代多菌里一喷就好，可这里没有，没有药，没有喷雾器，什么都没有。孢子已经扩散了，如果不控制，整片田都会传染。这一茬山芋全毁。草木灰碱性，能抑菌；石灰更强，但会烧根；苦灵叶有杀菌驱虫的效果。这3样东西我都有，但没有经过配比试验，直接往田里用，是治病还是烧苗，谁也不知道。天亮就去配，先试1小片，死马当活马医。苏娘子，这苗咋了？是病，会传染。这片也黄了，昨天还没这么多，这茬还能收吗？给我半天时间。火瘟，这是火瘟。我小时候见过这种，老辈人说是火瘟，一株染上，整片田都跑不掉。我爹那年种的山芋，火瘟一来，10亩地收了不到2亩。赵婆，那怎么办？老辈人没法子，只能等它烂完。赵婆，老辈人没法子，是因为不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。我知道，给我半天。锦娘，你这是试药，3份配方，石灰比例不一样，第1份石灰最少，第3份最多，先看2天。第2组配比，草木灰2份，石灰1份，苦面汁调成糊，涂病叶正反面，不烧苗，能抑菌。走，下田。叶子不疼，叶子不疼，药抹完药就好啦。新芽活过来了。娘，叶子吃了药好了吗？好了，药管用了，咱们的山芋不会死了。苏娘子，这药真把火瘟压住了。你看这个，我刚刚掰的，新芽长了3片叶。我爹那10亩地，当年要有这个药，病害控制住了，但这一茬产量肯定受影响。本来预计翻3倍，现在能保住原来的产量就不错了。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上，单看山芋，一场避害就能要命。香料高端货，利润高，但周期长，风险集中；田鼠走量，但价格低，怕病害。鸭蛋短周期，1个月就能产蛋，腌好了能放半年。3条腿走路，1条腿瘸了，另外2条还能撑着。仔，走回家。明天开始，咱们不光种地，还养鸭；不光养鸭，还腌蛋。娘，
你又要搞新东西了？对，娘这一次要把篮子编大一点。娘，你在看什么？看字。仔，以后你读书多了也要看得懂字，字里有东西。字里有东西？娘说的话我还不太懂。茶凉了，今天的事都在老夫眼里。明天不用备车了，不去了。您不是要去的？他跟刘掌柜签了长期契。我现在去村里压他，反而让刘掌柜知道我急。长街空无一人，这盘棋不在这一时，让他先跑，等他下一次走货再说。倒是有些意思，难缠。山芋、香料、压苗、人工，每笔清白。刘掌柜改契书时，有人在旁边。那个人不是孙掌柜的伙计，是孙掌柜本人。他不动声色地帮我修条款，不是好心。今天他改的利于我，下次未必。还带着体温呢。啊，娘，鸭蛋！鸭子开始下蛋了。鲜鸭蛋卖不上价，集市上3文2个，去掉运费不划算。但如果腌成咸鸭蛋，一枚能卖5文，还耐放。黄泥、草木灰、盐、茶水，这4样东西我都有。咸鸭蛋的做法不难，关键是盐的比例和腌制时间。盐少了不流油，盐多了咸得齁嗓子。上辈子实验室里做镇江试验，这辈子用同样的法子腌鸭蛋，配方记在脑子里，差不了。细得像面粉，没有秤，用手掂，心里换算着克数。3份配方，盐多盐少，半月后见分晓。2、3。锦娘，你这是腌蛋？刘婶儿，咸鸭蛋。这泥糊还不一样，盐的比例不一样。第1碗盐最多，第2碗适中，第3碗最少。过半个月打开看，哪个最流油，哪个最咸淡正好，以后就按哪个配方来。苏娘子，你这是在腌蛋？这蛋新鲜，腌出来蛋黄能流油？流不流油得看盐多盐少，盐多了流油但齁嗓子，盐少了不流油，中间那个度得试。我年轻时候腌过，老法子。黄迷或盐，没加草木灰。你这加草木灰是哪儿学来的？自己琢磨的。草木灰碱性强，能让蛋白更嫩，蛋黄更容易出油，就是比例不好掌握，多了涩嘴。等半个月，半个月之后打开就知道了。半个月了，该开了。流油了，流油了！锦娘，这个油香哇！让我看看，天爷，这蛋黄流得跟蜜似的。娘，这个好吃，比糖人还好吃。娘，这个卖的比田鼠贵吧？对。这个卖的贵。
不催他，让他自己品。这是你做的？自家鸭子下的蛋，第一罐刚开。这东西可以当菜，可以做点心，能下酒也能送礼，咸淡正好，蛋黄流油，比我在州府吃过的都好。你有多少？第一批100枚，以后每个月都有。5文1枚，我全要了。行。掌柜的，5文1枚，比咱们之前收的咸鸭蛋贵1倍。这是能流油的咸鸭蛋，你拿市面上那种不流油的来比。苏娘子，你这咸鸭蛋能不能也给我供一些？我不跟悦来楼抢高端生意，我走粮油铺的渠道，卖给普通百姓，包装分开。悦来楼走精品，我走亲民。可以，但我一个月只能供300枚，悦来楼100枚，你这边200枚。鸭蛋产量有限，多了我供不上。成，200枚够了。娘，这土种不了庄稼吧？种不了庄稼，但能养鸭子。沙质土排水好，鸭子不怕潮，坡地通风，不容易闹病。先问价，怕就怕有人抬价。8亩坡地，坡井盖鸭棚，坡底挖水塘，坡面种果树。这就是个现成的循环农场。先问价，无主荒地按规矩1亩1两，8亩8两。手头的余钱加上下一批货的定金，刚好够。怕就怕有人抬价。苏娘子，那地荒了多少年了，没人要，你一来就买，本来是好事。但是昨儿晚上有人也来打听那块地了。谁？顾大郎，他说是替人问的。顾大郎，他自己没钱买地，他背后只有一个人，孙掌柜。照理正，按规矩，无主荒地，先交钱先得，还是价高者得？按规矩，价高者得。那我出12两。锦娘，咱们哪来的？这是我的全部积蓄，8两银子，500文铜钱，还差3两半。我儿子去州府前留给我的，当了能值几百文，攒了好几年，先给苏娘子应急。这是我娘留给我的，当着。我不能让你们白拿，这地买下来，要开垦，要盖鸭棚，要挖水塘，要种果树，以后还要养200只鸭子。这些活儿，我一个人干不完。什么算法？工股，出力开垦的人，每干1天记1碗工，10工算1股。将来果园有了收成，按工股分红。今天凑银子入的是钱股，出力的、出钱的都有份儿。那估策好，我叫他明天就来。哎，赵婆，您懂果树、种树、剪枝、防虫，您来教我们，教1天记双工。我这把老骨头还值双工，那我不客气啦。从今天起，这块地是大家的。连簪子都拿出来了，平时碰都不让人碰。苏娘子是真不容易，那荒地荒了多少年了，从来没人看一眼，她要买了就有人抬价。这事儿谁干的不用猜，顾大郎自己买不起地，他后面是谁？祠堂那回不都招了吗？从今天起，这块地是大家的。出钱的出钱，出工的出工，都绑在一条船上，船翻了谁也跑不了，船到了岸大家一起分鱼，这法子比雇人牢靠。那你说咱们能不能也入一股？我家那口子冬天闲着也是闲着。唉，苏娘子，12两，你出12两，那边出10两，价高者得，地归你。赵理正，这地契上的面积怎么是7亩3分？本来就是7亩3分啊。怪了，老节子上记的是8亩，但这几年的纳税册子画是7亩3分地。赵理正，这7分地是谁的？搁在青竹村和柳树村交界处，得查。不过地是你的了，7亩3分也好，8亩也好，先经营起来。那7分地的事儿，我帮你查。老册子记的8亩，纳税册子记的7亩3，有人改过册子，那7分地被人占了。能改册子的人不是普通的农户，先把到手的7亩3开出来。那7分地迟早要查清楚，但现在没空，我不能让他等到。院角那20株紫苏柳种，新开的3垄香料田全种上了。这一茬收了能出10斤干货，
锦娘，那7分地不急，先把能种的地种上，地界的事等第一批果子挂出来再说。这7分地不会无缘无故从册子上消失。锦娘，那7分地，老册子记8亩，纳税册子记7亩3，差了7分地，不会是笔误。改册子的人，那得是什么身份？有人改过册子，把7分地从青竹村的地界里划掉了。我是普通农户，但不管是谁，那7分地我是要查清楚的。走，去李张家。他怎么在这里？他居然亲自来了。苏娘子，久仰。孙掌柜，县城的大买卖不够你做，跑到村里来跟我抢荒地。苏娘子说笑了，生意嘛，哪里有利就去哪里。这块地我看中了，打算种果树。孙掌柜懂果树？不懂可以请人。那你知不知道，这块地是沙质土，种果树要深翻，要改土，要3年才能挂果。孙掌柜等得起。孙掌柜出10两是给你面子。苏娘子，出12两，好魄力。不过那块地照理制还没正式过户吧，价钱还可以再谈。我出15两。孙掌柜，昨天苏娘子已经交了12两，交了也可以退，价高者得，这是规矩。规矩在我这边，让他说。穿绸衫那个是不是孙掌柜？他怎么亲自来了？上次在公堂上，他让顾老牌子当枪使，这回不使枪了，自己下场。15两，那块地哪值15两？他这是非要让苏娘子买不成？看着吧，苏娘子可不是好欺负的。她要当着全村人的面压我，那我就当着全村人的面说清楚。各位乡亲，这块荒地，我苏锦想买来种果树养鸭子。我身边几位婶子把养老钱都凑给我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信我。孙掌柜，你出15两买这块地，是真的想种果树，还是只是想让我买不成？他不说话，就是答案了。如果是后者，你今天抢了这块地，明天我找另一块，你抢一块，我找一块。青竹村有的是荒地，但孙掌柜，你的银子经得几次15两15两的往外扔？这块地值不值15两，你心里比我清楚。你是生意人，亏本买卖做1次是策略，做2次就是冤大头了。好利的嘴，我低估他了。孙掌柜，我昨晚已经把12两交到赵理正手里了，你出15两是今天才出。按规矩，谁先交钱谁先得。你要是觉得不服，那咱们就这么耗着，我陪着你耗。我反正住在村里，天天来赵理正家门口坐坐也方便。你从县城来一趟，起码也得半个时辰。你来一次，我来一次，看谁先耗不起。按规矩，苏娘子先交了钱，地契今日过户。落笔了，7亩3分，是我的了。好手段，我低估他了。苏娘子好手段，这块地你拿走吧。
不过苏娘子，生意不是只做一季的。今天把孙掌柜得罪狠了，不得罪他也不会放过我，还不如痛快得罪。哎，也是。地到手了，下一步拆垦，鸭棚要重盖，水塘要深挖。他在暗处等着，我能快一天是一天。他在县城等着我，但我不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信我。孙掌柜，你出15两买这块地，是真的想种果树，还是只是想让我买不成？先画线，再盖棚，一步一步来。这边盖鸭棚，坐北朝南，冬天不冷，夏天通风。你这架势比赵李正臧量地界还利索，这得干多久？石头再多，也总有挪完的一天。先清石头，石头清完了再翻地，翻完了挖塘，一步一步来。地再硬，也硬不过人的决心。哎，镐头都卷了，这地真硬。老了搬2块就得歇，可歇完了还得搬。破就破了，缠上照样干。手破了没关系，地清了就好。苏娘子，这地石头太多了，一天开不了2分地，7亩3分地，开到猴年马月。石头清了还得翻地，翻完了还得挖塘。这几娘就咱们这几个人实在不够，人手不够，那就叫人。王嫂，你儿子不是想入宫谷吗？明天叫来。行，我今晚就跟他说。赵婆，你上次说隔壁老钱头想来，他早念叨了。明天我拽他来。明天开始，咱们换种干法，有力气的搬石头，有经验的翻地，手巧的垒石墙，分成3组，各干各的，比一窝蜂快。人来了，地就活了。今天分组干，老钱头带一组搬石头，赵婆带一组翻地，王嫂带一组垒石墙。哪组先干完今天的量，晚饭多加1道咸鸭蛋。咸鸭蛋，苏娘子，你可别后悔。老钱头，你省省，搬石头光有力气不行，得会看石头缝。赶紧去跟你爹说，多一个人，多一双手，咸鸭蛋不能光让老钱头那一组吃。石头堆成山，占地又害事，怎么办？苏娘子，这堆石头占了少说有半亩地，扔也没处扔，堆也没处堆。老钱头，这石头不往外扔，砌墙。砌墙？砌什么墙？搭棚用石头砌地基，坡面用石头砌房景墙，剩下的碎石铺路，从坡顶铺到坡角。以后下雨天运弹运压，脚底不打滑。我这辈子搬了无数石头，头一回听说石头还能这么用。选扁的，扁的才压得住，圆的垒不高。你光想了铺路，没想到选石吧？选石我不懂，赵婆你来教。您这把年纪，眼睛比尺子还准。垒墙组您来带。那咸鸭蛋呢？翻地组跟垒墙组搬石头是重活，那我们搬石头加1道。鸭蛋不够，田鼠来凑，反正不让你空手回去。石头还砌墙，以前这坡上的石头谁搬谁骂。苏娘子倒好，把石头当砖头使。我媳妇儿前2天还说想来，我让她端架子，这下好，宫古名册都排到第几页了？那不是老钱头吗？他媳妇儿说他天不亮就来了，扛了3筐石头还没歇。还没，赵婆那组太能干了，搬不动就歇会儿。我这边墙砌完了，可以借你2个人。别吵了，鸭蛋管够，但得先把墙砌完。你推这2寸，比我再搬10筐都管用。苏娘子，你下来看看这儿。这石头不对，不像天然石头。这刻痕是字，有人刻上去的字。界碑，冬至此处。那7分田是青竹村的。界碑。继续干活，先把墙砌完。这石头的事儿我来办。地契在手里，地在那里，谁改册子都没用。赵李正肯陪着去，说明老册子上的8亩经得起查，但那边种了10几年的果树，不会因为1块界碑就认账。文要还是武要，看明天。鸭塘快成型了，石墙也立起来了，等把地要回来，这日子就踏实了。苏娘子，走吧。那7分地，张老三种了10多年了，你说要就要？10几年前的老册子，谁记得清？
张老三开荒的时候，可没人说是青竹村的地。再说了，界碑，谁知道是不是你们刚埋的？郑理正，界碑上的字风化了几十年，上面的青苔比我家鸭棚还厚。一时三刻做不了假，请县衙的人来验，一验便知。那又如何？地是张老三开的，果树是张老三种的，你们一张老册子就想把人家的地收回去？谁要收我的地？我那些果树刚挂果，收地！锦娘，他们人多。收地，先赔我果树钱。张老三，你刚才说地是你开的，果树是你种的，那你记不记得你开荒那年这里有没有界碑？郑理正，老册子上记得清清楚楚，是8亩，你手里的地契写的是7亩3分，这差的7分地正好就是张老三站着的那片。张老三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张老三，你种了10几年，没交过1文钱租子，青竹村没跟你计较过。别听他的。现在我们要收回。这10几年怎么就是别人的地了？不是欺负你，是物归原主。张老三，我不白收你的地，2个方案，你选。什么方案？第一，你把果树移走，我按市价折给你，3年生的果树，每一棵我照市场价付。树你拿走，地还给我。第二，树留下，连树带地折价卖给我。你开荒花了多少力气，种树花了多少本钱，你报个数。还有一句话，张老三，你种了10几年没交租，白收了10几年果子，这笔账真要算起来，你不占理。我今天给你折价是给你台阶，你若不接，那咱们就县衙见。到时候地要还，树白留，你还得补10几年的租子。老三儿，他说的是实话，界碑不认人，到了公堂上你不占理。老三，你拿主意吧。你刚才说折价？折价，按市价，不让你吃亏。成，就折价，树留下，你给钱，地是你的。界碑立稳了，地界清了，从今往后，这7分地就是青竹村的。这些果树，我浇了10几年水，今天早上还浇了，以后就不是我的了。钱我算好了，1分不少，他能接就好。他看我那一眼，不是怨恨，是走着瞧。这梁子，怕是结下了。苏娘子，地要回来了，不过梁子也结下了。我知道。锦娘，他刚才走的时候都不回头。换我是他，10几年的地就这么没了，我也不会回头。但他的果树我折了价，没少他1文钱，我做到了我能做的，剩下的交给时间。老三，就这么算了？那女人几句话就把地拿走了？我听说他得罪的不止咱们，县城孙掌柜也在他手里栽过，要不要去找孙掌柜？
不用找，他自己会碰到。那女人说她不是欺负我，我倒要看看她能在这村里站多久。东侧地界已收回，总面积8亩整。明日重画地界图，报赵李正备案。弟回来了，日子还得过下去。张老三这句话，我也不知道会怎么应验。先不想了，明天还要画地界图。8亩地，鸭塘、果园、香料田，底子打好了，但孙掌柜不会让我安稳。娘，县城来人了，周掌柜让人过来，说有事找你，让娘赶紧回去一趟。都安排好了。是。临县有人低价倾销咸鸭蛋，周掌柜问您能不能降价？悦来楼也来了，刘掌柜那边又出了什么事？刘掌柜传话说有人想撬供货契书，价格比您低2成，问您能不能给个准信。锦娘，顾大郎带人去荒地上闹了，说那块地有顾家一份儿。临县那批咸鸭蛋，你见过没有？没见过，只听说便宜。啊！让他看清楚，什么叫流油。你回去告诉周掌柜，不降价。我的咸鸭蛋一刀切开蛋黄流油，临县的蛋切开什么样？让他比。他若想进便宜货可以，那是他的自由，但我的价不变。这话硬气，我得赶紧回去告诉周掌柜。接下来是悦来楼的事，你告诉刘掌柜，当初签契样品封在罐子里，蜡封是他亲手滴的，谁想撬他的供货器，让他拿样品来比，比得过我二话不说，比不过他可以压那个人的价。锦娘，你又要拿扁担追人？不用追，他现在不敢动手。他就站在地头说那块地是顾家的，我不动手，我有比扁担好用的东西。刘掌柜说契书有样品公断，不换人。周掌柜那边临县的咸药蛋品相太差，顾客不买账。周掌柜说还是苏锦的货好。顾大郎被苏锦几句话就吓回来了，他手里那张文书，顾大郎连看都不敢看。3件事儿，没用1个时辰，就这么全拆了。刘掌柜说了，不换人。周掌柜尝了临县的咸蛋，齁嗓子不流油，还是苏娘子的货好。孙掌柜这次不是试探，3路同时动，是要让我首尾不能相助。他没想到我不跑，我就坐在家里一个一个接。我不乱，他就乱了。3件事渐渐了结。他这次没赢，他没赢就会想下一招。鸭塘里现在有80只鸭子，40只在下蛋，另外40只下个月开产。锦娘，吃饭啦！哦，回家。
哥，你写的什么？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娘教我的。8岁，袖子短了一截。汪安8岁了，《三字经》背得滚瓜乱熟，算术入2位数加减，一直是我在教。该送他进学堂了。仔，想不想去学堂读书？有先生教，有同窗一起学。娘，束修很贵吧？束修的事儿娘来操心，你只管好好读。娘，丫丫也要读书。你还小，等你长到哥哥这么大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你是？秦夫子，名父苏锦，青竹村人。这是名父的儿子，叫顾望安，今年8岁，想送他入学。读过什么书？《三字经》千字文，娘教了开头，后面的我自己看了些，但有很多不懂。念一段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日月盈仄，辰色列张，寒来暑往，秋收冬藏，闰余成岁，律吕调阳，云腾致雨，露结为霜。你才8岁，这些字你都认得，还是只是跟着背？认得，我娘在田堂上用树枝划的字，一笔一画教的。后来她去县城送货，从周掌柜那儿买了本旧书，我就照着学，不认识的字我圈起来，娘回来问她。跟我来。天地玄黄。今天考默写，默的是上个月教的千字文前40句，都翻开本子。你也写，会多少写多少。你娘教了你多久？从我会拿树枝就开始教了，具体多久我不记得，只记得每天写20个字，写完才能去田埂上玩。苏娘子，这孩子我看过了。先生要看他的草稿吗？家里还有几本，他每天练字，写完一面舍不得扔，翻过来写第2面。有几本是从周掌柜那儿讨的旧账本纸编裁的，字小但都清楚。先生考瞧他的学问，他肚子里的东西我每天都看他写，但先生见过太多学生。我想让先生看看他平时是怎么用功的。这孩子不怕考试，他怕的是连考试的机会都不给他。苏娘子，我刚才问你儿子他叫什么名字，他说他叫顾望安，你起的。一个能说出自己名字来历的孩子，不是死记硬背教出来的。千字文一字没有错笔，所有的字没有检查了一遍，还自己把炭灰在纸边蹭干净了才教。这种习惯不是一朝一夕能养成的。我在云水县教了20年书，看过太多学生。天分高的有，用功的也有，但天分高又用功的，你这孩子天分不一定是最高的，但他有一个好处，坐得住。8岁能有这个定力，是块读书的料。这个学生我收了。刚在最后一排默写，旁边几个学生好奇回头看他写，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谢先生。树工2两，笔墨纸砚每年1两。你刚才说出得起？出得起，树工早就背下了。好，我就收下这个学生。往后不论谁说什么，学堂是我的，学生是我收的。明日来上课，迟到了罚站。谢先生。树修2两，笔墨纸砚1两。苏记的香料和鸭蛋走了几个月的货，这笔钱早就攒够了。不催他，让他自己品。这是你做的？自家鸭子下的第1罐刚开。这东西可以当菜，可以做点心，能下酒也能送礼，咸淡正好。黄流油，比我在州府吃过的都好。你有多少？第一批100枚，以后每个月都有。5文1枚，我全要了。行。掌柜的，5文1枚，比咱们之前收的咸鸭蛋贵1倍。
这是能流油的咸鸭蛋，你拿市面上那种不流油的来比。苏娘子，你这咸鸭蛋能不能也给我供一些？我不跟悦来楼抢高端生意，我走粮油铺的渠道，卖给普通百姓，包装分开。悦来楼走精品，我走亲民。可以，但我一个月只能供300枚，悦来楼100枚，你这边200枚。鸭蛋产量有限，多了我供不上。成，200枚够了。都让开！张大牛他推我，踩我的书，踩我的手。怎么回事？闭嘴！我们家的地契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东边到歪脖子树，西边到河，南边就是界碑，这地契上都写着呢。你爹说的就是规矩吗？我爹说，他家种了10几年。你爹种了10几年地，那地就是你家的了。欺凌者，恃强凌弱，以众欺寡，谓之欺凌。伸出手来。握不紧，明天应该会好。谁弄的？先生已经罚过了。他在看我，我不怕他。张老三，你的儿子欺负我儿子。我不害怕。我回家。做得好，今天没有哭，也没有动手。学堂里不打架是先生的规矩。第一次归娘管，第2次归你爹在天上管，第3次归老天爷管。哎。别跟你娘说。那女人不一般。我终于明白了，所谓的学堂，不过是他们这些大人手里的一把刀。送菜是个由头，见秦夫子才是目的。我要问清楚，也要说清楚。这是谁干的？张老三，你怎么知道？上次学堂他儿子踩小宝的手，上次地界纠纷他丢了7分地，这次香料田被毁，3件事，同一个人，我不会猜错。去报官。没证据，
他既然敢半夜来，就不会留把柄。先不声张，我想办法。你确定是张老三？确定，但没有证据，报不了官。那你想怎么办？抓到证据。真是张老三，他半夜来毁人家的田。上次地界的事儿折价给他了，一文没少。现在来毁田，这不是报复是什么？这人心眼儿也太小了，大人之间的恩怨，半夜来拔人家苗。李正来了，扣子都扣错了，今晚谁也保不了你。根断了，叶子碎了，这是我护了几个月的种苗，每一棵，每一棵，现在它们躺在泥里，像被掐断脖子的鸟。张老三，那7分地，我按市价折了你的果树，你没亏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学堂里你儿子踩我儿子的手，先生罚了，我没追究。半夜来毁我的田，你告诉我，我苏锦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你抢我家的地，我儿子在学堂被人打，我们张家在柳树村住了几辈子，从没人敢收我的地。你一个寡妇，凭什么？你的地，界碑为证，是老册子上记的青竹村地界，我按市价折了果树钱，你收了。你不服，可以去县衙告，但你不告，来毁我的田。赵李正，人赃并获，报官吧。绑了，明日送县衙。张老三故意毁坏他人田产，按律杖20，赔偿损失。这是啥？咋这个颜色？松花蛋，在咸鸭蛋的基础上改了配方，草木灰比例调高，加了石灰和茶叶末。比咸鸭蛋更纯，能放更久。这个好，比咸蛋还有滋味。娘，这个蛋是绿的，丫丫要吃绿的。
咸淡咸，但是香。去周掌柜那儿，让他先尝尝。香料田里紫苏和小藿香也快收第2茬了，这批品相好，一起带去。苏娘子，你这东西我从没见过，不是咸鸭蛋，不是皮蛋，比皮蛋香，比咸蛋纯。唉，但县城卖不动。咸鸭蛋5文1枚，已经是老百姓能接受的顶了。这东西定价10文，吃得起的人，整个县城不超过50户。周掌柜，不用在县城卖，我想找周府的销路。周府，我倒认识一个人，姓沈，做南北货生意，眼界高，一般的东西看不上。就是上次在悦来楼门口递名帖的那位沈老板。是他。上次他在街上尝了你的田鼠，回去跟我提过你。你的货品项在周府也能排进前3。不用去周府，请他来青竹村。请他来？沈老板是周府的大商，让他屈尊来村里。周掌柜，你信里就写松花蛋，只此一家，别无分档。再加一句，紫苏和小茴香也到了第2茬，品评比上一批还好。他若不来，这蛋和香料以后也会在别处出现。苏娘子，你越来越像个生意人了。不是我像，是货好。货好就有底气。小而全，井井有条。沈老板，请。这东西叫什么？松花蛋，因蛋白上有松花状的纹路得名。怎么做的？独门配方，恕不能告诸。你在悦来楼门口卖香料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不简单。今天这松花蛋更让我意外。1个月能做多少？目前1个月300枚，半年后可以到1000枚。我全要，价格你开。紫苏25文1斤，小茴香50文1斤，品相在这里，不讲价。松花蛋10文1个。好，成交。但我也有一个条件，验厂。验厂？我现在就要看你的作坊，货好只是敲门砖，作坊得规范。沈老板，请，请。苏金对茶山，6月苏第3批。苏娘子，你这里太简陋了。简陋归简陋，东西是好的。我做了20年南北货，没见过哪个作坊能用这种条件做出这种品相。契书我签，但3个月后我会再来验一次。到时候我希望看到更规整的作坊。不过今天我不能空着手走，现货松花蛋50枚，咸鸭蛋50枚，好，香料紫苏5斤，小茴香3斤，我拿回去给我的酒试销一下。刘婶，搬货。
酸鸭蛋50枚5文，250元；松花蛋50枚10文，500元，合计1025元，折银1两235分。作坊规范了，你就不是农妇了，是供货商。供货商这个身份值钱。香料品相确实好，以后美茶采周给我递个信儿，我来验厂顺手带走。紫苏和小茴香，州府药材铺有多少收多少。3个月后，这作坊得重新盖。够，扩建作坊，规范流程，这是做大的必经之路。从下个月开始，松花蛋产量翻1倍，香料和鸭蛋一起供。沈老板的马车以后不会空着走。暴风雨前的平静，我得趁这段日子把地基打厚实。苏锦姑娘，苏掌柜他出手了。王嫂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我娘家侄儿在县里当差，是他亲眼所见。孙家放了话，绝不轻饶。饲料断了，40只鸭子，迁期3天。孙掌柜冲整个农庄来的。刘婶，你去把咱们的存粮盘点一下，红薯藤、老菜叶都归置到一块儿。我去找周掌柜，看能不能匀点粮食。实在不行，咱们就只能先紧着孩子们吃，大人就先喝点稀的。苏姑娘，不是我不帮你，实在是州府孙家递了信来，我这小店实在是得罪不起呀。苏姑娘，我真的不敢，孙老爷的眼线说不定就在外面盯着呢。要是被他发现我卖粮给你，以后在州府就拿不到货了。我小本生意担不起呀。秦夫子，你教的那个学生，商户寡妇的儿子，听说他在外面很是有些手段啊。回教义，他的束身是他自己挣的。秦夫子，你还是回去吧。有人举报苏锦偷漏赋税。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，字迹工整，品类分明。3天后还来，你准备好。3天后又来，3天后又来，这日子怎么过？饲料断了，存粮只撑5天。秦夫子说县学施压要小宝退学，3路消息前后不到半个时辰。我去趟县衙。锦娘，这3件事同一天，是巧合？不是巧合，而且也不是一个人能办到的。县学教义，所有粮铺的货源，孙掌柜一个人没这么大能量。州府孙家亲自下场。苏娘子，有些话我本不该说，但我就直说了。孙家在州府根基深厚，3代经营，不是孙掌柜一个人的手笔。大人能顶多久？最多1个月。谢大人，1个月。
苏姑娘，王县令那边不比之前，州府孙家也给他递了话，他只能放弃。我知道了。饲料断了，学堂压了，衙门查了，沈老板也在扛，每一路都指向同一个方向，要害在州府。粮铺的门，王县令的话，周掌柜的声音，一条一条，像算盘珠子。有一点，锦娘，你辛苦了。不能留下，这个家就算没了，这2张纸也得贴肉带着。锦娘，你真要去州府，一个人？孙家的根在州府，在这儿等着，只有挨打的份儿。饲料断供，学堂施压，官府查税，都是从上往下压的。要害不在县城，在州府。可是，州府你一个人都不认识。有一个人认识。仔，娘要出门几天，你们跟着刘奶奶，听刘奶奶的话。哥哥每天上学堂，妹妹帮刘奶奶喂鸭子。娘回来给你们带州府的糖人，比县城的好吃。娘，你去几天？不知道，但娘答应你，一定回来，不能回头，回了头就走不了了。州府再大，沈老板的铺子是第一站。苏娘子，你胆子太大了，一个人跑到州府来，你知道孙家在州府的势力有多大？不知道，所以来问沈老板。孙家在州府经营3代，大房掌着南北货，2房管着钱庄，3房在商会里挂着李世民，不是你能碰的。孙家内部呢？大房、2房、3房，铁板一块。倒也不是，孙家2房和3房在争家产，争了好几年了，但那是人家关起门来的事儿，你一个外人。孙家有没有什么破绽？账上也好露出马脚的东西。孙家原来有个账房，姓徐，3年前被赶出来了。有人说他知道太多，现在在城南巷子里租了间破屋，靠给人代写新信过活。找到了，头发花白，打补丁长衫，就是沈老板说的那个人。老先生贵姓？姓徐。写信还是写状子？想跟您打听一个人，孙家。你是什么人？被孙家逼得活不下去的人。跟我来。孙家把我赶出来，因为我老了，也因为我替2房做的账，被3房抓住了把柄。我背了黑锅，连养老钱都没拿到。徐伯，我需要孙家的破绽，什么都行。你一个女人，跟孙家斗？我身后有2个孩子，不斗，他们什么都没有了。孙家真正的账不在账房，孙家有一本暗账，记的是见不得光的生意。
腾税、行贿、强占民产，那本账就藏在祠堂匾额后面。您怎么知道？因为那本暗账最早是我做的。怎么才能拿到？孙家祠堂平日外人进不去，只有每年腊月初8祭祖，会请武士队进去热闹。武士队的人有机会接近正厅。腊月初8还有几天？3天后。武士队怎么进？城南的义兴班每年都是他们，班主姓周，我认识。20年前他爹在街头卖艺被人讹，是我帮他写的状子。周班主欠我一份情。3天，腊月初8，孙家祠堂，暗账在匾额后面，只要能进去，就能拿到。孙家在州县2级压了我这么久，没有人栽过。这一次，我要让这本暗账变成他们第一个跟头。你娘会回来的。进祠堂，取暗账，全身而退，3步，每一步都不能出错。今天是腊月初7，明天就是祭祖日。今天必须找到义兴班。刘婶儿，豆饼没了，明天鸭子吃什么？地里的红薯藤还能撑2天。锦娘走之前说了，等她回来。这位是苏锦姑娘，想在你这儿讨口饭吃。你一个女人要进孙家祠堂？是。干什么？孙家不好惹，我在州府混了20年，每年都去孙家舞狮。孙家那些护院不是吃素的。我可以扮成一个去送菜的杂工，混进周家。一切后果我自己担。既然他开口了，我也只能答应。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你不能供出义兴班。我发誓。腊月初7是祭祀的日子，混在义兴班的队伍里，是我唯一能进入祠堂的机会。祠堂的外墙有3丈高，墙根有排水口。匾额高，需要垫脚，供桌旁边的条凳站上去刚好够着。暗格没挂锁，包筒脚已经锈了，应该很久没人打开过。守卫2人，主要在2进门口，侧门出去是一条小巷，巷子尽头是河道。
事情都安排好了，明天小心。这个是刘婶托人捎来的。你娘还没回吧？嗯。就是他。纸包上落了厚厚一层灰。不能掉下去。糟了！来人！抓住那个女人，关上大门！他动了排氧，拦住他！侧廊拐2个弯，过月亮门，直走到底，直走到底就是侧门。周半手在发抖。东珠巷子口。跳下去。不能松手。不能松手。他跳河了，去对岸堵船呢，去下游找船。不能走官道。得找个地方过夜。今晚就在这儿，明天绕山路回云水县。怀里3层纸搁在肋骨上，凉意透过布传过来。该上路了。
姑娘，你这从哪儿来的？怎么这副模样？大爷，搭一程，我去云水县，给铜钱。先喝口水。这山路野兽多，你一个女人怎么过的夜？大爷，赶路要紧。云宁县，快到了。你娘说了，一定回来。娘答应过我。暗杖在手，但孙家快马已经动了，必须赶在孙家反应过来之前，把账册交到王县令手里。多谢。他竟敢动账册！孙掌柜，王县令有请。带刀不是水火棍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孙掌柜被带刀侍卫押走了，这云水县要变天了。水火棍都触地了，今日这案子怕是不小。上一次跪在这里，这一次我站着。大人，这刁妇潜入我孙家祠堂，盗取我孙家祖传族谱，人赃并获，请大人将她交给我孙家处置。孙掌柜，你说他盗了族谱，你确定是族谱？那这记载了孙家10年偷税、行贿、强占民产的暗账，在你们孙家也归到族谱里？完了，所有的事都在账册上。孙老三，你孙家在云水县的所作所为，本县早有耳闻。唆使顾张氏诬告在前，断供打压在后。今日证据确凿，你还敢在公堂之上颠倒黑白？来人！孙老三涉嫌行贿、透税、强占民产，收监候审。孙记粮铺即日查封。你的第一步，就不是我以为的那步棋。20年根基，被他连根拔起。再拖下去，就全废了。锦娘，铜钱只够撑10天了。
孙掌柜到了，孙家还在，但王县令还在。衙门认的是证据，不是孙家的脸色。光明正当的卖，不绕暗巷，不走后门，就找周掌柜、刘掌柜，还有沈老板。沈老板，周府孙家还在压着他。孙家在周府压他，是因为孙掌柜在县城还能翻盘。现在孙掌柜在大牢里，孙家在县城的根基已经断了。沈老板等这个风向等了大半个月了。孙掌柜刚进去，孙家那边，孙家还在，但王县令还在。周掌柜，你做了30年粮食生意，总不会等所有风都平了才敢出门。咸鸭蛋5文300枚，松花蛋10文100枚。好嘞。这蛋确实好东西，我担心的是孙家。封杀令是孙家放的，现在孙掌柜在大牢里，刘掌柜，你怕一个关在大牢里的人反咬一口？松花蛋10文，咸鸭蛋5文，各来200枚。苏娘子，周府孙家前儿还派人来递话，我这边……你在周府扛了这么久不撤订单，等的就是这一刻。你算得准。松花蛋10文，咸鸭蛋5文，各来300枚。按长期契价，松花蛋加1成。周掌柜，合计2500文；刘掌柜，合计3000文；沈老板，合计4800文。锦娘，三家加起来10300文。10300文，折银123钱，扣除饲料成本、公谷分红、修鸭棚的竹料钱，净剩6两，够撑2个月。三家都签了，价没降。上一回余钱还是秋末。我儿子娶媳妇儿的钱又着落了。孙掌柜倒了，孙家不会就这么认了。但今天这3份契书是光明正大签的，没绕暗巷，没走后门。王县令还在，衙门认的是证据。屋顶漏了个大窟窿。刘婶，我知道了。有这些材料就够了。契书下来，香料生意走上正轨，鸭蛋也有了销路，是时候了。这个正屋啊，要在这儿。你要想在村里立足，就得有个像样的宅子。我看这个地方不错，背山面水，是个好地方。你现在可是有了儿子的人，凡事都要为他多想想啊。我看是该有张正经书桌了。靠窗，这样采光好。
东头多留半尺，压财。钱爷爷，我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？我放好啦。上梁喽！大家都尝尝刚出锅的。哎，你看那俩人是不是有情况？老头子，粮也上好了。钱伯，替我挂上去吧。回家了。苏锦，苏锦，州府十字街头，沈老板说，本钱他出，利润55分。快去啊！州府，咱们的货能卖到州府去了。十字街口，那可是州府最热闹的地方。真的吗，苏姑娘？那俺以后也能像个先生一样，坐在这石桌旁，喝茶看信。那就是要这。让我想想。10天了，鸭棚立起来了，松花蛋一批批往外送，果林里的青果子也开始泛红了。我走到今天，是为了让2个孩子吃饱穿暖有书读。现在他们吃饱了，穿暖了，书也读上了。如果去了州府，这些还守得住吗？望安的字越来越端正了，念安那个天字一拿拖出去老长。这里每一只鸭子，每一笼地，都是我争来的。州府，更大的铺子，更多的银子，但也意味着更复杂的人情，更多的应酬。
更少的陪伴。娘，你有心事？仔，如果让你选，留在这里，还是去州府，你选哪个？这里有秦叔父，有刘奶奶，有鸭塘，我选这里。静安也选这里，这里有蝴蝶。州府有蝴蝶吗？有，但没咱家田埂上的好看。沈老板，州府的铺子我不去了。不去？苏娘子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孙家倒了，州府空出一大块南北货市场。我知道，但我走了，脓疮谁管？学堂里谁盯着？刘婶他们跟了我快2年，他们攒的钱谷、公谷都在这片地里。我走了，他们怎么办？还有我儿子，刚在学堂站稳脚跟，秦夫妇说他明年可以考县学，我不能为了多赚银子把他的根基拔了。这个苏娘子啊，字字都像是定在这片地上。不过，州府的生意我不是不做，我授权给你，你从我的农庄在州府卖，你从我的农庄拿货，在州府卖，利润你7我3，配方还是我的，货还是我的，但我不离开青竹村。苏娘子，你是我见过最会做生意的种地人。行，你7我3，不，你6我4，你的货值这个数。成交。横平竖直，这一笔一画都嵌进了木纹里，和咱的日子一样，扎下根了。从2亩薄田到8亩农庄，从破屋漏雨到门楣挂牌，天地玄黄。苏娘子，去年我来的时候，这里还是一片荒地。大人光临，蓬荜生辉。这茶也是你们地里的？院里种的野茶，苏娘子炒的，不金贵，但解渴。2面牌匾，1杯野茶。这个女人把荒地变成了桃园。按茶时也来苏记喝茶了。风吹得紫苏花花的，学堂孩子们也散学了。我现在好像什么都有了，又好像什么都没变。我醒过来的时候，身边是2个饿得面黄肌瘦的孩子和一间快塌的破屋。现在他们吃饱了，有书读，有家，我也有。苏娘子，你胆子太大了，一个人跑到州府来。你知道孙家在州府的势力有多大？不知道，所以来问沈老板。孙家在州府经营3代，大房掌着南北货，2房管着钱庄，3房在商会里挂着李世民，不是你能碰的。孙家内部呢？大房、2房、3房，铁板一块。倒也不是，孙家2房和3房在争家产，争了好几年了，但那是人家关起门来的事儿，你一个外人。孙家有没有什么破绽？账上也好露出马脚的东西。孙家原来有个账房，姓徐，3年前被赶出来了。有人说他知道太多，现在在城南巷子里租了间破屋，靠给人代写新信过活。找到了，头发花白，打补丁长衫，就是沈老板说的那个人。
老先生贵姓？姓徐。写信还是写状子？想跟您打听一个人，孙家。你是什么人？被孙家逼得活不下去的人。跟我来。孙家把我赶出来，因为我老了，也因为我替二房做的账，被三房抓住了把柄。我背了黑锅，连养老钱都没拿到。徐伯，我需要孙家的破绽，什么都行。你一个女人，跟孙家斗？我身后有2个孩子，不斗，他们什么都没有了。孙家真正的账不在账房，孙家有一本暗账，记的是见不得光的生意，腾税、行贿、强占民产，那本账就藏在祠堂匾额后面。您怎么知道？因为那本暗账最早是我做的。怎么才能拿到？孙家祠堂平日外人进不去，只有每年腊月初8祭祖，会请武士队进去热闹。武士队的人有机会接近正厅。腊月初8还有几天？3天后。武士队怎么进？城南的义兴班每年都是他们，班主姓周，我认识。20年前他爹在街头卖艺被人讹，是我帮他写的状子，周班主欠我一份情。3天，腊月初8，孙家在州县2级压了我这么久，没有人栽过。这一次，我要让这本暗账变成他们第一个跟头。你娘会回来的。刘婶儿，豆饼没了，明天鸭子吃什么？地里的红薯藤还能撑2天。锦娘走之前说了，等她回来。这位是苏锦姑娘，想在你这儿讨口饭吃。你一个女人要进孙家祠堂？是。干什么？孙家不好惹，我在州府混了20年，每年都去孙家舞狮。孙家那些护院不是吃素的。我可以扮成一个去送菜的杂工，混进周家，一切后果我自己担。既然他开口了，我也只能答应。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你不能供出义兴班。我发誓。腊月初7是祭祀的日子，混在义兴班的队伍里，是我唯一能进入祠堂的机会。祠堂的外墙有3丈高，墙根有排水口。匾额高，需要垫脚，供桌旁边的条凳站上去刚好够着。暗格没挂锁，包铜角已经锈了，应该很久没人打开过。守卫2人，主要在2进门口，侧门出去是一条小巷，巷子尽头是河道。事情都安排好了，明天小心。这个是刘婶托人捎来的。
你娘还没回吧？嗯。就是他。纸包上落了厚厚一层灰。糟了！来人！抓住那个女人，关上大门！她动了排氧，拦住她！东出巷子口。不能松手。他跳河了，去对岸堵船呢，去下游找船。得找个地方过夜。今晚就在这儿，明天绕山路回云水县。怀里3层纸搁在肋骨上，凉意透过布传过来。该上路了。姑娘，你这从哪儿来的？怎么这副模样？大爷，搭一程，我去云水县，给铜钱。先喝口水。这山路野兽多，你一个女人怎么过的夜？大爷，赶路要紧。云宁县，快到了。你娘说了，一定回来。暗杖在手，但孙家快马已经动了。他竟敢动账册！孙掌柜，王先令有请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孙掌柜被带刀侍卫押走了，这云水县要变天了。今日这案子怕是不小。
大人，这刁妇潜入我孙家祠堂，盗取我孙家祖传族谱，人赃并获，请大人将她交给我孙家处置。孙掌柜，你说他盗了族谱，你确定是族谱？那这记载了孙家10年偷税、行贿、强占民产的暗账，在你们孙家也归到族谱里？完了，所有的事都在账册上。孙老三，你孙家在云水县的所作所为，本县早有耳闻。唆使顾张氏诬告在前，断供打压在后，今日证据确凿，你还敢在公堂之上颠倒黑白？收监候审，孙记粮铺即日查封。20年根基被他连根拔起。上次是谁说苏娘子疯疯癫癫来着？哼，疯疯癫癫能疯到州府去偷账本，疯疯癫癫能让王县令调带刀侍卫来拿人。别说了，你看孙老三被押出来那样，在县城横了20年，今天4个侍卫夹着他走，腿都在打颤。报应啊，这就是报应。娘，丫丫不发烧了。娘，你回来了。娘说了，一定回来。来得正好，周掌柜，这些日子多谢你。孙掌柜倒了，但孙家还在。再拖下去，就全废了。锦娘，铜钱只够撑10天了。光明正当的卖，不绕暗巷，不走后门，就找周掌柜、刘掌柜，还有沈老板。沈老板，周府孙家还在压着他。孙家在周府压他，是因为孙掌柜在县城还能翻盘。现在孙掌柜在大牢里，孙家在县城的根基已经断了。沈老板等这个风向等了大半个月了。周掌柜，你做了30年粮食生意，总不会等所有风都平了才敢出门。咸鸭蛋5文300枚，松花蛋10文100枚。好嘞。这蛋确实好东西。现在孙掌柜在大牢里，刘掌柜，你怕一个关在大牢里的人反咬一口？松花蛋10文，咸鸭蛋5文，各来200枚。苏娘子，周府孙家前儿还派人来递话，我这边……你在周府扛了这么久不撤订单，等的就是这一刻。你算得准，松花蛋10文，咸鸭蛋5文，各来300枚。按长期契价，松花蛋加1成。周掌柜，合计2500文。刘掌柜，
合计3000文。沈老板，合计4800文。锦娘，3家加起来10300文，10300文，折银123000，扣除饲料成本、公谷分红、修鸭棚的竹料钱，净剩6两，够撑2个月。3家都签了，价没降。上一回余钱还是秋末，我儿子娶媳妇儿的钱又着落了。孙掌柜倒了，孙家不会就这么认了。但今天这3份契书是光明正大签的，没绕暗巷，没走后门。王县吏还在，衙门认的是证据。屋顶漏了个大窟窿。刘婶，我知道了。有这些材料就够了。这个正屋啊，要在这儿。你要想在村里立足，就得有个像样的宅子。我看这个地方不错，背山面水，是个好地方。你现在可是有了儿子的人，凡事都要为他多想想啊。我看是该有张正经书桌了。靠窗，这样采光好。嗯。哈哈哈哈哈！东头多留半尺，压财。钱爷爷，我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？我放好啦。上梁喽！大家都尝尝刚出锅的。哎，你看那俩人是不是有情况？钱伯，替我挂上去吧。苏锦，苏锦，周府十字街头，沈老板说，本钱他出，利润5/5分。周府，咱们的货能卖到周府去了。十字街口，那可是周府最热闹的地方。真的吗，苏姑娘？嘿嘿嘿嘿，那俺以后也能像个先生一样，坐在这石桌旁，喝茶看信。10天了，鸭棚立起来了，松花蛋一批批往外送，果林里的青果子也开始泛红了。我走到今天，是为了让2个孩子吃饱穿暖有书读。现在他们吃饱了，穿暖了，书也读上了。周府。更大的铺子，更多的银子，但也意味着更复杂的人情，更多的应酬，更少的陪伴。娘，你有心事？仔，如果让你选，留在这里，还是去周府，你选哪个？这里有秦叔父。
有刘奶奶，有鸭塘，我选这里。也选这里。这里有蝴蝶。周府有蝴蝶吗？有，但没咱家田埂上的好看。沈老板，周府的铺子我不去了。不去？苏娘子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孙家倒了，周府空出一大块南北货市场。我知道，但我走了，农窗谁管？学堂里谁盯着？刘婶他们跟了我快2年，他们攒的钱谷、公谷都在这片地里。不过，周府的生意我不是不做，我授权给你，你从我的农庄在周府卖，利润你7我3，配方还是我的，货还是我的，但我不离开青竹村。苏娘子，你是我见过最会做生意的种地人。行，你7我3，不，你6我4，你的货值这个数。成交。从2亩薄田到8亩农庄，从破屋漏雨到门楣挂牌，天地玄黄。苏娘子，去年我来的时候，这里还是一片荒地。大人光临，蓬荜生辉。这茶也是你们地里的？院里种的野茶，苏娘子炒的，不金贵，但解渴。2面牌匾，1杯野茶。这个女人把荒地变成了桃源。按茶使也来苏记喝茶了。风吹得紫苏花花的，学堂孩子们也散学了。我现在好像什么都有了，又好像什么都没变。现在他们吃饱了，有书读，有家，我也有。